范总兵看着挺随和的，没想到对自己能这么狠。你是说他是装的？他没那么傻，顶多就是自己给自己下个药什么的。这个范总兵看来跟你们詹家关系匪浅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们詹家满世界找你和你弟弟，这富南县都被他们翻了底朝天了，也就这驿馆他们没法进来查探。这时候范总兵不请自来，还恰巧肚子疼的晕了过去。本姑娘可不相信这是巧合，而且富南县就这么大，你们詹家在这里可是大户，却跟范总兵不怎么来往，你难道不觉得不寻常吗？范总兵来此大概率是为了找你们姐弟俩，没什么好讨论的。咱们先不说他了，咱们来说说正事儿。小子，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不是个人啊？你们怎么没反应啊？你要说清楚。突然来这么一句你不是人，是谁都得以为他在骂人好不好？我看起来这么不着调吗？那行吧，既然你们不信，那本姑娘就证明给你们看。说着，君妻站起身，咬破了手指，一滴血流出来。君妻飞快地把这滴血打入了詹里的额头，然后双手结印，刹那之间，一个金色的符印就凭空出现。君妻闭着眼睛，繁杂的咒语自他的口中缓缓而出，那道金色的符印也随着他的咒语慢慢的变大，最后咒语落，硕大的金色符印如大掌一般的朝着已经傻住的詹里袭去。詹里被符印包裹住，发出了痛苦的哀嚎。还没等詹寻玉反应过来上前救人呢，詹里突然就蜷缩起了身体，变成了一只五彩斑斓的山鸡。詹寻玉都哑麻呆住了好吗？怎么样？现在你信了吧？你快放开老子！想起自己是谁来没有？臭丫头，你找死呢！呵，还敢跟姑奶奶大呼小叫的！君妻双手抓着山鸡的翅膀左右的拉扯，老不老实？一只山鸡精还敢跟他吆五喝六的，这指定是想被拔毛炖成汤了。小样的，敢跟姑奶奶斗，你就是修炼成山鸡神也没用。说吧，怎么回事啊？想到过往，山鸡精的毛都竖起来了，被气的呀。原来他以前只是一只普通的山鸡，就生活在富南县北边的山林里。后来无意之间被一头狼给追赶到了一处山石的夹缝处，山鸡不敢出去，于是就顺着夹缝往山体里面走。结果路的尽头是一个类似石室的空洞。不仅如此，他还在山洞里看到了一个光球，光球的上边有着一颗小的几乎都看不见的小草。山鸡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是他靠近了光球就感觉非常的舒服，连肚子都不饿了。再慢慢的，山鸡越活越精神，甚至有了灵智。直到有一天，他居然幻化出了人形。可是在他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候，有一个人类出现在了他的面前。那人类只为了他一些好吃的，哄骗了他几日，他就把那个人类给带到了山缝处，然后他就被那个人类施法擒住。后来那个人类抹去了他的记忆，让他变成了那个人类的奴仆。要不是君妻给他解除了那个人类的控制，他都想不起来这些呢。别叫了，你说说，你又是怎么变成詹家家主小儿子的？那小嫩苗越长越大，吸收光球的能量也越来越多。那人类好似怕那小嫩苗会吸光光球的能量长大似的，就想着毁了那小苗。后来他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就把那小嫩苗移到了詹家，然后他又给我洗出了记忆，把我送到了詹瑞林的手里。你可知那光球是什么？那是上古神树的本源。上古神树早已灭亡，谁都没料到它还有一枝芽尚存。难道那个王八蛋是想借助神树的本源之力羽化升仙？他在那洞里待多久了？大概有几百年了吧。一个人是不可能活几百年的，所以那人极有可能已经修成了不死之身。快，咱们快去阻止他！几百年都过来了，也不急于这一时。难道你是怕打不过他？彩毛鸡，你是不是有了点人的智商，就想挑战一下本姑娘的脾气？居然敢对他动心眼，看来刚刚的教训还不够啊。这彩毛鸡的问题说完了，下面咱们来说说荀玉姐的问题。荀玉姐，你可知你并不是詹瑞林和詹夫人的亲生女儿？其实荀玉姐，你身边那个丫鬟韩香才是詹夫人的亲生女儿。神树幼苗需要神树的本源之力滋养才能存活，而彩毛鸡是靠神树的本源之力才修行成人的，它可以把身上的本源之力传送给小幼苗。我猜测这就是他被送来詹家的目的。只不过彩毛鸡毕竟是妖，他身上的本源之力不纯，需要阳年阳月阳日的人提纯才能输给神树幼苗。彩毛鸡用符纸掩人耳目，把本源之力输入荀玉姐你的体内，荀玉姐又把纯的神树本源之力传给神树幼苗，
而那些杂质则被留在了荀彧姐你的体内，这就是你异于常人的原因。那我在这世上可还有亲人？大概是有的吧。你身上被人下了禁制，应该是詹家怕别人在你身上看出什么给你弄的。这也是第一次君妻给詹荀彧占卜没有结果的原因。不过你别担心，等我解开你身上的禁制，再为你卜一卦，你的身世自然就会真相大白。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了那个不人不鬼的老妖精。对，宰了那个老妖精，我知道他在哪儿，咱们现在就出发，然后在山里打起来，引来更多的人，把神术本源暴露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啊？你那脑细胞就不要浪费了，本来就不多，万一傻了就不好了。你只管听本姑娘的就成，保证让你报仇雪恨就是了。这山鸡活了1000年，本事不大，脑子不好，还偏偏气性挺大，挺记仇的。军妻让冯文豪故意漏了一个破绽，范总兵果然如同军妻所料，在得知詹荀彧跟詹理在驿馆之后，很快的就离开了。詹瑞麟上驿馆要人，军妻一句跟詹家姐妹投缘，要带他们上京小住，就把他给打发了。詹瑞麟能说什么呀？跟穆王妃回京小住那是荣幸，也是给他们詹家的脸面。他要是敢反对，那就是对莫王的不敬，更是会引人怀疑。毕竟这么好的事儿，若没猫腻，谁会拒绝？王爷，范总兵派人来报，说有一伙强匪正在袭击金矿，他想请王爷去支援。你去准备吧。冯文豪依令而动，召集人手去了。玉墨之前脚刚走，一会儿黑衣蒙面人就立马闯入了驿馆。待会儿下官带人拖住他们。莫王妃，你快去找莫王爷求救。小场面啊，一城大人淡定点儿，劫财还是劫色？呸，劫命，哪条道上的？你去问阎王爷吧。等会儿，你这声音好耳熟呀，好像詹家那位大公子啊。为首的黑衣人露在外面的眸子里划过了惊色，他仔细的看君妻，似乎是在确认自己有没有见过他。别看了，你没见过本姑娘，但本姑娘可见过你，甚至还听过你的声音。什么詹大公子？我不知道你在说谁。别装了，本来我还有点不确定，但你偏偏还改了声音。你说说，你这此地无银300两的做法，让我想违心的说一句不是都不好意思了。我说詹大公子，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啊？藏头露尾的来驿馆行刺，你们詹家这是要造反呢，还是单纯的活够了，想让姑奶奶送你们一程啊？黑衣人目光之中的狠戾更为浓郁了一些，他不再多言，挥手让人往上冲。这些黑衣人刚准备动，军妻脚步极快的就冲到了为首那人的面前，他一把就扯掉了那人的面巾。我去，还真是詹家大公子，这詹家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啊？上，不留活。詹家大公子跟众黑衣人都沉默了，这臭丫头为什么就不按套路出牌呢？都缴械投降，不然姑奶奶宰了他！给我上，格杀勿论！听到这声命令，詹大公子瞳孔猛缩。詹二老爷，蒙着脸的詹二老爷都无语了。不是，谁能告诉他，其实这次呢，军妻多半是猜的，能够调动这些个黑衣人，并且还能够做主舍弃詹家大公子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了。符合这黑衣人身形的，就只有詹瑞麟的二弟詹家二老爷，这都得得益于他住进詹家的那几日，这些人的拜访。不能留活口！靠，这么狠的吗？军妻抓着詹大公子当挡箭牌，左躲右闪，那些个黑衣人有些束手束脚的，倒是让詹大公子受了不少的伤。军妻跟耍猴似的，把这些个黑衣人累得够呛。退后！詹二老爷自怀里掏出了一张明黄色的符纸，快速的朝着军妻丢去。符纸在军妻的面前悬空停下，然后就跟复制粘贴似的，迅速变为了几十道。这几十道符纸像有生命一样，把军妻跟义成等人给围了起来。哼，你们能死在我们詹家老祖的火烧符之下，也是你们的荣幸。说着，他嘴里念念有词的就开始施咒，让符纸慢慢的往中间靠拢。山鸡见情况不妙，扑扇着翅膀冲过来，就想在外围撕开一个口子，结果毛被烧掉了不少，差点没变成烤鸡。孽畜，胆敢背叛老祖，你去死吧！山鸡扑扇着翅膀又开始逃命，军妻跟躲在角落里面看热闹的招财简直都要被他的怂样给弄哭了。你好歹也是一个1000年的妖精啊，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连个活了几十年的人你都干不过，干脆回炉重造得了。就在詹二老爷即将追上山鸡的那一刻，一道黄影自面前飞过，紧接着他
他的手上就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感。詹二老爷一低头，只见右手的5根手指都被削去了一截，血顺着断掉的地方落到了地上，分外的触目惊心。詹二老爷用左手捂着右手，向笑意嫣然的君妻看去。在詹二老爷震惊的目光下，君妻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把他带来的黑衣人全部给放倒了。切，就这点能耐，还好意思到姑奶奶面前来显摆？你们詹家真以为自己藏得够深就天下无敌了？议程大人，快让人把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八蛋给我捆了，等莫大王爷回来，这詹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被这一连串的变故都给整懵了的议程连忙招呼人拿绳子捆人。你能对付他们，为什么不早点出手啊？害他吓死了不说，毛还被烧了，有这么不做人的吗？你应该换个思路思考问题。你想啊，我这么厉害，肯定能说出那个百年老妖给你报仇，你应该高兴不是？不然我要是连这么2个人都对付不了，咱们都得玩完啊！别说毛了，你连个鸡骨头可能都剩不下呀，还何谈报仇呢？你要明白，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好了你才能好。本姑娘不仅救你于水火，还让你免受詹家荼毒，还能给你报仇。太毛鸡，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山鸡的脑容量他本来就不多，被君妻这2句话都给忽悠晕了。他觉得君妻说的好有道理，君妻厉害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他有什么好生气的呀？先别管了，反正待会儿还得有仗要打，扫来扫去的多麻烦。等一会儿那场仗完了，一起收拾就好。一成满脸的疑惑，他为什么总是跟不上这位准莫王妃的思路啊？难道说自己不到50就已经老了？孙大人这是作何？本官接到消息，说有贼人来驿关行刺，所以匆匆集结了人过来，擒拿贼人，保护准莫王妃等人的安全。原来如此，有劳孙大人了。不过歹人已经全部就擒，孙大人只管放心。是吗？既如此，不如本官把他们带到衙门审问如何？这家伙是谁啊？孙大人是范总兵的副将，这位是准莫王妃。参见小姐。范总兵啊，说起来，范总兵不是说金矿遭贼匪袭击，叫了莫大王爷去支援吗？你们这么多人没去啊？我等是奉命守另一座金矿的兵。所以你们抛弃金矿，宁愿来这里救我们，也没想过去支援情势危急的另一个金矿。孙大人，您可真是个大好人啊！没想到我们这些人在您心里，比你的职责和另一座金矿，还有范总兵的安危更重要啊！实在是让本姑娘感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虽然呢，你也没帮上什么忙，但就凭你这副舍大家保小家的精神，等会儿莫大王爷回来，本姑娘一定为你请功。议程这下子是真的觉出了不对劲来了。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笨蛋，只不过刚刚受的刺激还没有缓过来，所以他反应就慢了一些。孙大人，此件事还是等莫王爷回来再做定夺吧。若无事，您还是请回吧。我等身为富南县的守卫兵，有责任把这些匪徒带回去审问。既然那些人是来行刺小姐的，还请小姐也跟我们走一趟，讲述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方便我们查清事情的真相。孙大人，你想以下犯上？这是本官的职责。议程大人因妨碍本官的公务，属实让本官怀疑议程大人的用心呢。既如此，那议程大人也随本官走一趟吧。好嘛，他还想着连锅端，这胃口跟胆子都不是一般的大呀。哈，孙大人，你不会是跟他们一伙的吧？孙大人，你好勇的说。孙大人，你这是想把我们带回去杀人灭口吗？孙大人，你就不怕莫大王爷回来把你千刀万剐了呀？哦，孙大人，你是不是早想好退路了？话说，孙大人你是怎么跟詹家勾搭上的？是不是范总兵欠的钱搭的桥啊？还是说孙大人你只是范总兵的一条舔狗？俗话说得好啊，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孙大人啊，你要小心范总兵拿你当替死鬼啊！孙大人只觉得耳边有着100只的麻雀在叽叽喳喳的乱叫，吵得他本就不安的心更加的心烦意乱。全部都带走。慢着，你说带走就带走啊？本姑娘不要面子的呀，在京城天子脚下都没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跟本姑娘作对。你们富南县地儿不大，妖风倒是挺多呀，一个个的真以为天高皇帝远的没人治得了你们了。
军期的那张嘴，很少有人能够受得了。孙大人被他对得太阳穴突突直跳，还是他旁边的人提醒他要速战速决，他这才反应过来。孙大人的脸上浮现出恶毒的狞笑，他眼里的凶光让奕成的心又狂跳起来。刚才那黑衣人也就10人左右，这姓孙的那可是带了上百人呢，而且还都是身强力壮，城市里舞刀弄剑的守城兵，他们跟县城里那些抓个小偷小摸查个案子还可以的捕快那可不一样啊，这可真的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难道是天要亡他？孙大人，咱们有话好好说。奕成还想着拖延时间，等着玉墨之回来。众兵将赶过来，一路也辛苦了，不如进去喝杯茶歇息歇息再走。喝什么茶呀？这些王八蛋想害姑奶奶，请他们吃屎还差不多。奕成大人，你不要怂啊，干死他们！奕成真的是要哭了好吗？这准莫王妃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形势啊？既然你们上赶着找死，本官就成全你们，上一个不留。这可是莫王的准王妃，尔等难道不怕莫王回来要了你们的命？奕成忍着害怕，挡在了军期的面前，高声威胁着这些个凶神恶煞的士兵。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莫王再厉害，这富南县也不是他的地盘。哼！再说了，现在莫王自己都自顾不暇了，等他回来，不知看到自己的准王妃被附近的山匪所杀，会不会后悔来这一趟？本来打算留你们一会儿，把你们带出驿馆，再伪装成被黑衣刺客劫杀的样子。既然你们不识相，那本官只能在此地解决你们了。娘的，你们这是保护一方百姓的兵吗？土匪进村还知道交钱不杀呢，你们简直比土匪还不是人！孙大人也不再耽误时间，他上前一步，就想先拿下眼前死到临头还无比嚣张的小丫头。可是轻敌的后果就是他被军旗一脚给蹬出去老远。大人，就是本官小瞧了你。切，你那不是小瞧本姑娘，你那是对自己的认知不清楚。就你这三脚猫，要不是留着你还有用，我能一脚送你去阎王殿做客。行了，本姑娘也不逗你们玩了，来人，把这些王八羔子给本姑娘拿下！他这声音刚落，啪嗒嗒嗒，灯火通明的院子里立马就落下了几十道身影，他们均是手持长刀，站姿笔直，杀气腾腾。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些个人没有出现的时候，孙大人带的那些人呢看着还行，这些人一出现，那气势完全就把孙大人的人给碾压了。冯文豪带着一个身穿官服的中年男人走到了军期的面前。王妃，这是富南县房县令。见过莫王妃。房县令，你不会也跟他们是一伙的吧？莫王妃明鉴，下官万不敢有此大逆不道之举。快起来，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别紧张啊。吓出一身汗的房县令起身，他表面依旧恭谨，只不过在自己的内心里把军期的祖宗18代都给骂了一遍。房县令，你可得给我们作证哈，这詹家和范九明可是互相勾结，好多驿馆来杀我们的。按律例，这应该是个什么罪名啊？回王妃的话，犯上作乱、结党营私、谋害王妃和官员，每一条都是重罪。够杀他们的吧？够。能杀就行，总算没白忙活。老皇帝不是要一个杀詹家的理由吗？瞧瞧，人赃俱获，人证物证都有了，他还顺便给老皇帝多搭上几个赠品，买一赠一都没有这么划算的。嘿，真是便宜他了。这都是你们的阴谋。哟，你总算看出来了。哎呀，本姑娘这聪明的小脑袋瓜哟，连我自己都佩服。行了，本姑娘跟你这个又蠢又菜的玩意儿可没什么好说的，都给我拿下！侍卫们上前，没什么悬念的把孙大人连同他带来的100来人都给捆起来了。你别得意，范大人是不会放过你的。军期走过去，又给了他2脚。剩你不老实，还他不放过姑奶奶，你先问问姑奶奶会不会放过他吧。自作聪明的玩意儿，敢杀我，不把他抽筋扒皮都对不起他这跳梁小丑般的一顿忙活。军期一脚接着一脚的还踹上瘾了，他还不让孙大人晕过去，还偏往他的痛处下脚。孙大人嗷嗷的叫的呀，他那手底下的人都心惊胆战的，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他们可从来没有听见过孙大人如此恐怖瘆人的叫声。
房县令都不忍得别过了头去。这小姑娘啊，长了一张无害的脸，可是却有着一个凶残的心啊。王爷，这是何意？再装就没意思了哈！你莫不是以为不承认，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吧？准墨王妃想要下官承认什么？难不成我的人被准墨王妃抓起来，不该是准墨王妃给下官一个交代吗？还有莫王爷，下官不知做错了何事，要被如此对待。冯文豪见他到了这个时候还如此的嚣张，还敢质问王爷，于是就一脚踢到了他的膝盖上。范总兵的膝盖吃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你以为你做那些事真的神不知鬼不觉？到驿馆查探詹家姐弟的下落，以金矿遭袭为借口调走王爷，调士兵配合詹家行刺，为拖延时间呢，让人有足够的时间拿下驿馆里的人。你利用地形优势，在路上给王爷制造阻碍，又牺牲了几个小喽啰，制造结金矿的假象，妄想蒙混过关。你自以为算计得当，实际上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王爷和王妃的掌控之中。下官属实不知冯大人在说什么。王爷若想治下官的罪，只管拿出证据就是。下官不知这些人是受了谁的指使来行刺准墨王妃的，可若是王爷要把这种罪名强加在下官身上，下官也是不认的。来人！郁墨之并不与范总兵争论什么，而是让人搬上了一堆账册。范总兵，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账目的问题？范总兵，你就不要挣扎了，你只不过是我们引范家上钩的一枚棋子，无论有没有你参与刺杀的证据都不重要。来人，拖下去！且慢，王爷难道不想知道詹家的秘密吗？姓范的，你敢！詹大公子眼眸充血地瞪着他，范总兵命都要没了，哪还管得了其他的呀？他现在才知道自己在郁墨之的眼里就是一只蝼蚁，如今求情是不可能了，那就只能够用利益来交换。你说的是北山上詹家那个活了几百年的老妖怪吗？不用你说了，我们都知道。你放心上路，过几天我们就会送他去陪你的。你们！范总兵震惊的无以复加，詹家老祖在范总兵心里面那可是活了几百年的老神仙，与其说他跟詹家勾结，还不如说他是想要多活几年，同时得老神仙的庇护。可是这些人不仅知道詹家老祖，还想杀了他，这怎能不让范总兵心惊呢？哎呀，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样嘛！我知道你在这山嘎嘎待久了，见识有些浅薄，所以分不清妖怪和神仙的区别。等下辈子投胎吧，把眼睛睁大点儿，再选个好地方就是了。范总兵，你还是老实上路吧。你在这富南县根基深厚，谁知道你活着会再出什么幺蛾子？只要你人一死，你就是富南县的土皇帝都没用了，这样大家都省心。不，我是朝廷官员，必须经过朝廷的公审，你们不能私自处决我。快弄下去，溅本姑娘一身血就不好了。阎王未上前，眨眼之间，范总兵就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折腾了这么多，天都要亮了。正好，咱们接着去詹家来个大扫荡。众人整装，留下了一小部分的人看着那些被捆绑的人，其他的人呢都去了詹家。踹开詹家的大门，一阵鸡飞狗跳之后，詹家的大门也被贴上了封条，同时县衙的公告也被贴了出来。范总兵的头颅被挂在了菜市口示众。你说那詹家老妖怪会不会来救他这些孝子玄孙？放心啦，本姑娘做事从来就没失策过，她即便不在乎她的那些不知道隔了几辈子的孙子们，也绝技不会允许北山的秘密被朝廷知道。她自己也知道，若是最后一刻她不救詹家子孙，詹家人也不会再替她保守秘密，所以啊，就是为了保住她的秘密，她也会出现的。好复杂的说，你说说你，最起码是个1000年的妖精吧，比那个詹家老怪物活得还久，咋就被他治得这么惨呢？我就不同了，直接秒杀那个老妖怪。哎，1000年的妖精都斗不过人，所以说还是做人好啊。某只鸡活了上千年，也不知是幸呢还是不幸。他要是早去投胎，说不定还能投生成个人呢。詹基无言以对的同时，又忍不住在心里面吐槽了一句：这是真狗啊！王妃，派去北山盯着的人回报，说北山上有异动。看来咱们有大仗要打了。活了几百年又懂得修炼的人，军期可不敢小觑。这个时候，詹荀彧又进来说想要见见詹夫人。见，赶紧的，见完好送他们上路。荀彧，你在外面怎么样？有没有吃苦？有没有受伤啊？
你看看你在外面这些日子都瘦了。詹荀彧不用当过滤器了，还有君妻为他调理，可不就肉眼可见的瘦了吗？娘虽然不知道你哥跟叔叔他们为何要刺杀穆王妃，但只要你没事儿，娘就放心了。荀彧，你知道娘最爱的就是你这个女儿，现在家里这个样子，你还是跟詹家断绝关系吧，这样你就不会受詹家的牵连了。你快打住，别恶心我了，你赶紧的，反正以后也没机会了，有什么仇什么怨的快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你快死了，所以演什么母慈子孝都没用。正好你们亲母女一起上路，路上也有个伴儿，以后你也不用费尽心机的跟荀彧姐演戏了，多好啊！你都知道了，我想知道我的身世，你得先告诉我外面什么情况。跟他费那么多话做什么？去，把这2个女人拖出来。娘，救我！我说，我什么都说，你们放开韩香，我什么都告诉你们。其实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是怎么被老爷找到并且抱回来的。那个时候韩香才7岁，老爷就告诉我，北山上住着詹家的一位老祖，那老祖已经活了几百年了，他还给了我一株幼苗，让我小心看护。然后老爷没说一句，就把我的孩子给抱走了。再然后就换了詹荀彧来。可以说詹瑞林并没有给他选择的机会，甚至连通知都没有通知他一句，就把他的孩子给抱走了。直到韩香长大懂事了，老爷才把他给接回来，放到了荀彧的身边监视他。母女分离10多年，孩子都已经成人了，詹夫人才得以见到孩子。而且自己不仅不能和孩子正大光明的相认，自己的孩子还要当鸠占鹊巢的詹荀彧的婢女，这其中的辛酸和恨意，没有人能够体会。所以你不断的撺掇荀彧姐找男人，然后又做手脚，就是为了败坏她的名声，好报复她。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他的死亡做准备。你也看到了，荀彧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几年了，老爷也在寻找新的人来代替他，只要找到他，就会以嫁不出去伤心难过，不想拖累父母为由而自尽身亡。这是詹家给詹荀彧安排的结局。詹夫人一开始并没有想要闹得太大，只是韩香比她还要恨詹荀彧，韩香极尽所能的败坏着詹荀彧的名声。她作为韩香的母亲，本来就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也就依着她了。那些定下婚约的人又是怎么回事？他们都被老爷给杀了，老爷不可能让詹荀彧出嫁的，他又没有理由来阻止，于是就杀了那些人，给詹荀彧安上了一个克夫的罪名，这样也就没有人敢于上门提亲了。靠，要说狠，还是詹家主狠啊！詹瑞林不仅狠，还挺小心的，就连枕边人他都不放心，让詹夫人做事，却从来不会跟詹夫人说实话，也是够小心翼翼的。想必他们不让詹理接触詹荀彧，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发现什么端倪吧。詹荀彧是在5、6岁的时候来的詹家，所以只要解开他身上的禁制，他很可能就会想起以前的事情来。荀彧，你就看在这么多年母女的情分上，你救韩香一命吧。韩香她从小受了那么多的苦，娘求求你了，你就当是占了他一切的补偿吧。君妻都被他给气笑了，合着他们詹家把詹荀彧从亲生父母的身边弄来，还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么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还要感谢他们，这强盗逻辑正常人可说不出来啊。别理他，一个神经病，你能跟他讲什么礼廉耻，把自己气着不值当的。他这是柿子找软的捏，明明是他男人做的孽把他女儿弄走的，他怎么去恨他男人啊？还不是他自己从没想过反抗，所以才把他无能的怨气发泄在你的身上。别说君妻这一劝，詹荀彧的心里还真的就舒服了一些。他觉得君妻说的对啊，错的又不是他为什么要承受詹夫人的指责跟怨恨呢？詹水林因为知道的太多，所以他是被单独关押的。一道身影不知不觉的就进了关押詹瑞林的牢房。老祖，您来救我们了。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活着也是丢詹家人的脸。今日老朽就亲自送你一程。老祖，你想杀我们灭口？你还没蠢透。感谢你这些年为老朽做的一切，只是老朽需要你最后再做一次牺牲。就在詹家老祖准备隔着牢门一招解决詹瑞林的时候，一道强劲的劲气就袭了过来。老妖怪还不束手就擒！你们设计老朽，大家都是成年人，别输不起了，谁让你技不如人呢？找死！詹家老祖直接就向他们攻了过来，军妻跃跃欲试的先迎了上去。他就喜欢打架斗殴，来到这儿呢，还真是没有遇到过什么强敌。这个詹家老祖的出现，倒是激起了他身体里的好斗因子。
两人你来我往，在地牢里打到了地牢的外面，甚至最后都跑到了半空里，引得无数人震惊侧目。老妖怪，你挺能啊！他活了上千年，能够跟他打成平手的，那真的是屈指可数。小丫头也不赖。天生的天赋，没办法。我跟你说啊，修行一途有时候还是要看天意的。本姑娘的能力那是天赐的，像你这样逆天而为的，注定没有好下场。你还是及早放下屠刀吧。你瞧你把你子孙祸害的，都要断子绝孙了。话说你们詹家走下坡路，不会也是因为你吧？听到君妻提起了几百年前的过往，詹家老祖突然狠厉的气势暴涨。君妻快速闪身，躲开他如含着万箭一般的凌厉一击。靠，老家伙，我不会说中你心事了吧？快说说，听说你们詹家以前可是得天道偏爱的玄门望族，像这样的人家，一般都是做过很大的善举，诸多功德加身的。你是缺了多大的德，才能把詹家从天道的宠儿名单中划去？这家伙做的错事应该不小，不然也不可能让詹家一个万年兴旺的家族毁于一旦呢。闭嘴！詹家老祖突然是双目赤红。喂，说话就说话，你这突然的恼羞成怒，可是会伤大家和气的。哎呀，可怜詹家存世万载，最后却毁在你的手里。你午夜梦回的时候，难道不会做噩梦吗？话说，就算你能与天地同寿，又能怎么样呢？像你这样犯下大恶遭受天罚的人，根本升不了天。难道你要像地沟里的老鼠一样，永生永世的躲在大山里不出来？你这是何苦来哉呢？你给我闭嘴！什么天道，什么报应，还不是要经历生老病死？我没错，错的是你们这些庸人。渐渐的，君妻发现詹家老祖的眉心处开始往外渗黑气。我靠，这老妖怪不会受不住刺椒入魔吧？他也不敢再大意了，连忙抽出战镰应敌。战镰出，形势立马是一边倒，君妻游刃有余地挥舞着战镰。随着詹家老祖节节败退，他的神情也变得越发的狠厉起来，甚至最后变成了不顾一切的疯狂。与此同时，黑色的气自他的体内蜂拥而出，到了最后，人们几乎是看不到詹家老祖的人了。君妻暗道不好，这詹家老祖如果成魔，杀了他的肉身，他的魂魄只会更强。前面的黑色浓雾里突然发出了一声炸响，无数飞蟹自黑气之中飞射而出。君妻面前的那团黑气慢慢的凝结，黑气之中露出了一双黑色渗人的眼睛。都去死吧！黑气朝君妻快速的飞去。娘的，难道他这一世英名今日便要折在这儿了？就在君妻准备跟这个已经成魔的詹家老祖拼一把的时候，他面前突然就多出了一道阴影，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呢，玉墨之就已经面对黑气冲了过去。黑气把玉墨之笼罩其中，一阵嘶鸣声过后，一道刺眼的光自黑气之中迸射而出。我不甘心！这就完了？君妻一脸懵的看着玉墨之落在地上，还不下来？玉墨之抬头看着难得一副不知今夕是何夕的君妻，唇角微扬，他眼里的笑意，君妻想当作看不见都不成。他这是被嘲笑了吗？你说你是不是在嘲笑我自不量力？他打了那么久，还把詹家老祖给逼成了魔，都没能收拾得了那个老妖怪。这家伙呢，三下五除二的上去没几下子就把那个老妖怪给解决了。哎呦，这真是气死他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就这么悬殊的？不对啊，你不是说你天生不能修习玄术吗？那你是怎么打败那老妖怪的？难道这家伙一直在骗他？渣男呐！我是不能修习玄术，但同样的，任何玄术怪力也伤不了我。你不是一直都知道我鬼神不侵吗？那你怎么解释你把入魔的詹家老祖杀了的？哼，他可不是那么好骗的啊！玉墨之有一些无语的，抬手晃了晃手腕上的镯子，提醒他乾坤镯的威力。他都不知道这丫头哪来那么大的气性。同是上古神物，乾坤镯的威力跟神术比也差不了多少。卓大哥，君妻一副大灰狼哄骗小红帽的表情。你看啊，你主人现在这么没用，不然你就弃暗投明，另投明主，跟了我怎么样啊？你放心，我对你绝对比对他还好，招财都得排你后面。你这个喜新厌旧的臭丫头！别吵，把这家伙弄过来，咱们就是无敌三人组了。你有什么好不满的？然后又一副献媚的表情，接着又哄乾坤镯。你看啊，你孤独了那么久，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吧？但你这个主子别说话了，屁都少了可怜。我就不一样了呀！哎，你别走啊！至少问一问卓大哥自己的意见吧你。
尊重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美德，不能这么霸道。哎，话说你既然能对付那老妖怪，怎么一开始不上啊？我若是一开始出手，你确定不会失望，然后埋怨本王不给你大显身手的机会？哎，怎么会啊？即便是这么想的，君期也不会承认啊。我是那么不讲理的人吗？哼，你是詹家老祖的覆灭，也就预示着詹家最后一丝希望的消失。被推上断头台的前一刻，君期还找了詹瑞林，询问他为什么要把神树的幼苗给放在詹家，还处心积虑的养着。因为我詹家的气数已尽，你不是想知道我詹家为何会渐渐没落吗？那是因为几百年前詹家曾经犯过一个滔天大罪。几百年前，詹家曾有一个子嗣不满足于现状，他想成仙成佛，与天同寿。为了成仙，他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于引洪水淹没村庄，制造瘟疫，为祸百姓。因为他导致民不聊生，他又以救世主的姿态去救济众生，他的事迹被广为传颂。你自己也知道，人呐，一旦有了大功绩，就会受到上苍的眷顾。他想利用自己所学欺瞒天道，最终却自食恶果，受到上苍的惩罚。詹家的人以为他死的死，残的残，天赋消失，遭受天罚。他的父母更是为了保护他，被降下了天雷，活活劈死了。也就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发现了神树。富南县人杰地灵，全是神树之源的功劳。可这地方风水再好，也抵挡不了詹家的罪孽。我不忍詹家就此毁在我的手里，又见老祖要铲除神树幼苗，于是就求了老祖，把神树幼苗移到詹家。即便知道我是在继续作恶，但只要能让詹家人活着，我也没有犹豫地做了。那你为何要杀皇上？詹水林表示不知道，他隐瞒都来不及呢，又怎么可能会去招惹一国之君呢？可渊正帝也不是吃素的，他的情报也不太可能是有假。最终，君期把目标锁定在了詹家三老爷的身上，因为只有他在听到刺杀皇上的时候表情没有变化，而且皇上被害的时候他正好就不在家。詹家三老爷呢也爽快地承认了，原来他一直都觊觎家主之位，而要扳倒詹瑞林最快也是最直接的办法，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国之君。他先是用祖上传下来的秘术害了皇上，本来他是打算等到满宫束手无策的时候再出现去救醒皇上，然后把害皇上的事儿栽赃给詹瑞林，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被连累，还能落一个救驾有功的名头，到时候这詹家家主就非他莫属了。谁知道皇上当天就被救了，他只能是无功而返，君期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一家子人不多啊，个个这心眼子都不少。老板娘好啊！哎，姑娘，这是真的小姐？小神仙，没办法呀，他跟詹家老祖的打斗很多人都看见了，因此这几日谈论他的人就送了他一个小神仙的称号。还没等君期嘚瑟两句呢，他就被热情的众人给包围了。君期被众人缠着问东问西的，甚至还有人朝他求子。不是，你就说离不离谱吧？大家不要急，还好队伍一个一个为大家解惑，不排队的一律不给看啊！他喊了两嗓子，人们果然就开始争抢着去排队了。等大家从他的身边散开，君期瞅准了机会，拉着詹巡宇撒丫子就跑啊！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连影子都瞧不见了。这小神仙居然还会撒谎，貌似不太着调呀！你这一路可别乱发善心，听到没有？我给你准备了毒药，放到了行囊里，万一被人算计了，你就把东西撒他脸上。至于效果怎么样，你用过就知道了。旁边的人第一次见到送人毒药的，哎，就挺新鲜。还有啊，财不外露，渣男莫理。以你现在这模样，说对你一见钟情的不是想骗你财，就是想骗你死，骗你养家糊口，你可得把你那双小眼睛睁大了。刚还想抱一抱君期的詹巡玉，心里的感动立马就消失了大半。这话说的是在说他丑啊，还是说他识人不清啊？詹巡玉一步三回头的走了。等他走远，君期还是不放心。你在路上可千万不要犯花痴啊！君期那一嗓子呀，2里地之外都能听见。这下子詹巡玉不再磨蹭的，赶紧快速的走远了。实际上君期还真的不是瞎嚷嚷，在他的卦象里面显示，詹巡玉这一路有一朵烂桃花。詹巡玉如果过不了这一关，那后半辈子可就惨了。富南县事了，他们也开始启程回京。防县令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开始处理善后的问题。啊，这可怕的夫妻俩呀，
可算是要走了，又是一路的玩乐。他们终于又返回了熟悉的京城。刘叔好。王妃好，王妃一路辛苦。对了，刘叔，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够意思吧？谢王妃惦记。礼物不礼物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君妻的心意，让刘忠心花怒放。哎，刘叔，我走这些日子，京城有什么新鲜事没有？还真有。王妃，我跟你讲。两个人就这么站在大门口叽叽喳喳聊得颇为忘我，连玉墨之下了马车都没有看见。玉墨之对他们这副德行也是挺无语的，反正他是理解不了这种对于别人的事儿特别热衷的人的心理。沈御史家的大公子沈晨阳跟周尚书家的嫡小姐周清寒，他们俩订婚了，君妻都不知道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这二位居然是勾搭在了一起。哎呀，青葱年华弹指间，再回首已是物是人非啊。话说你们成亲，我是不是要添妆了？君妻盘算着要给什么才能既好看又花钱少，也可以不添。周清寒对他这既想要脸面又抠搜的德行，真的是有些气不过。你说你一个准末王妃，你又不缺钱，好朋友成亲，你至于这么抠搜吗？等你成亲的时候，清寒不是还要给你添妆吗？潘家兴说到时候就补回来了，你也不吃亏嘛。好像是那么回事啊，要不然咱们都抵了吧。你再说一句。君妻见周清寒生气了，连忙打哈哈。我说咱们这关系怎么也不能添少了呀。这女孩子就是难对付，看来这次势必是要大出血了。得亏他朋友不多，不然还不得破产呢。抠门的君妻有些肉疼的想着，下官冒昧打扰，还请何大小姐见谅。这些虚礼就甭整了，沈御史还是直接说事儿吧。下官此来是想请何大小姐出手救救陈阳。他又怎么了？不是吧，这小子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呢？何大小姐见过陈阳就清楚了。君妻有一些奇怪的跟着他去了御史府，刚一进门，沈晨阳就笑着迎面而来了。等到走近了，君妻才发现沈晨阳的眼尾多了一颗泪痣，长泪痣没什么特别的，可君妻却从那颗泪痣里面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祖父，孙儿都说了什么事都没有，你怎么还是把何大小姐请过来了？他这情况多久了？大概1个月前吧，具体下官也不清楚，只是在我们和周家定下婚约的那天晚上，陈阳突然像中邪了一样，大喊大叫了一宿。转天早上他又恢复了正常，并且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给忘了。后来再也没发生过那样的事情，我们也就当他是中了邪，然后请了法师做了场法事，我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谁知道他的行为渐渐变得有一些……宣导屋里说，沈御史有所不知，我们玄门一派讲究你情我愿，若是强行窥探别人的命格，就会遭到反噬。所以要想知道沈大公子的具体情况，必须他本人同意并心有所成。那何大小姐可否告知一二？他应该是欠了债被别人缠上了。何大小姐说笑了，沈某自认行得正坐得端，并不曾做过什么不妥当的勾当。那什么，沈大公子，我先跟你科普一下哈。通常呢，一个人的身体和魂魄是与生俱来的，世界上的孤魂野鬼不知凡几，抢夺身体的却没几个。因为即便是抢了也没用啊，别人的魂魄并不能跟那具身体相融合，就算是身体的主人同意，也得有极为特殊的情况得到上苍的许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双魂共生，2个魂魄同用一体，这种情况也很特殊，因为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来有魂魄挤进了原来人的身体里。不过这并不是一般的魂魄能办到的，而是那个魂魄与身体的主人有很深的纠葛，身体的主人潜意识里允许那魂魄住进自己的身体，那魂魄才得以寄居。何大小姐是说沈某身体里有另外一个人，并且那人跟我还渊源不小。没错，你的不对劲沈御史都看在眼里，但你自己却不以为意。以你的为人，你祖父的话你必是不敢轻视的。那你是不是觉得不太相信，甚至反感你祖父的说辞？我跟你说啊，你这情绪是受你身体里另外一个魂魄的影响才有的。你自愿出借自己的身体，并且毫无怨言的被控制，这一情况应该是你做过什么对不起人家的缺德事才被人家缠上的。哎呀，这孽债还要自己还呢。双魂共体，这身体很快就会承受不住，到时候你们俩都得玩完。看来你小子干的缺德事还不小啊。何大小姐可有解决之法？简单了，找出那个人是谁，了解清楚前因后果，化解他的怨气，然后把人超度了就行了。沈御史一噎，就这还简单呢？你这是嘲笑他们不懂行吗？你仔细想想，何曾无意间做过什么错事儿，导致别人境遇悲惨的？
沈晨阳想啊想，始终没想起来。也可能是你上辈子做的孽，让人家怨气太重投不了胎，所以这辈子来报仇了。沈晨阳和沈御史都无语了，上辈子的事儿能想得起来，那才奇了怪了呢。还请何大小姐施以援手。援手倒是可以，就是你大孙子得受点罪。现在这情况吧，对你们不太有利，人家可是苦主，是受害者，而且怨气很重，想化解就只能让他出来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找到解决之法。所以呢，需要借一下沈大公子的身体。何大小姐是说让那个异魂控制陈阳的身体，要跟我们说清楚这仇怨的由来。您说对了，强行将那个魂魄驱逐出来也不是不行，就是对沈大公子身体的损伤比较大，而且即便把他驱逐，孽债未消，沈大公子也依然不会太平，所以还是讲清楚比较好。还请何大小姐施法救陈阳一次。不忙，你先准备齐了东西，等晚上再说。军妻杂七杂八的列了2大张的单子，甩给沈御史，他就走了。沈御史拿着单子，嘴角抽了抽，这朱砂铜镜什么的也就罢了，金银也还说得过去，就是这李记的糕、饭庄的菜是个什么鬼啊？居然还有1颗百年人参以及2株灵芝，难道那魂魄还要补身子呀？唉，沈御史虽然知道军妻这样呢是在假公济私，但还是得认命的去准备啊，不然还能怎么办呢？去穆王府跟他讨价还价，理论呢。晚上灯火通明的沈家，此时的沈晨阳一动不能动地站在巨大的铜镜面前，军妻拿朱砂往镜子上写了一段沈晨阳看不懂的文字，紧接着他就见到镜子里的自己变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且呢还是一个女子。小妞好啊！沈晨阳见到镜子里的女子，感觉非常的奇怪，很震惊，也有疑惑，还有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熟悉感。沈大公子，你不会扎过人家吧？美女你别怕，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跟本姑娘说，本姑娘保证给你报仇。是不是这小子见你漂亮见色起意欺负了你？我就说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吧，偏偏你们这些小姑娘还一个劲的往上扑，弱鸡一个。现在看成品也不行，也不知道你们看着他什么了。人家镜子里的魂儿还没说话呢，他倒是先给沈晨阳定了罪了，要不是还得靠他救大孙子，沈御史都可能会受不了的把他给丢出去。美女你说是不是这小子害了你？只要你说，我保证帮你打死他。镜子里的美女被吵吵的柳眉轻蹙，军妻看的都有一些于心不忍了。哎呀，红颜薄命啊！你说是不是？所以说长得漂亮不一定是好事儿，还是像她这样的好啊，是非少。沈剑，你丧心病狂，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美女你别激动，为这种渣男生气不值当的。你跟我说发生了什么，我给你做主。美女你就是不相信我，也要相信我们的职业操守不是？我们这种人惩奸除恶可以，若是帮了恶人，那就相当于是作恶呀，是要受到天罚的。所以美女你真的不用担心我会帮这个渣男。美女你不说我们都不知道这小子干了啥缺德事，没人知他做的恶不说，你自己还平白担上个谋害别人的污名，受世人所唾骂，你不气啊？军妻那3寸不烂之舌惯会蛊惑别人，镜子里女子脸上的神情呢，由刚刚的只是让沈晨阳死的坚定，变得犹疑不定起来。美女你想啊，你不说那错全在你，人家一人一口唾沫的，虽然对你造不成伤害吧，但你不恶心啊？凭啥做坏事的是他，你反而要承受那些谩骂，他倒还成了无辜的受害人，这有没有天理了？你说了，还能让这小子的恶行大白于天下，就是死也不能让他留个清白名声不是？沈御史和沈晨阳无语凝噎，现在还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呢，这死啊死的，你越说越溜是怎么回事啊？靠，原来你以前这么渣的，不想娶人家早说呀，人家要不是非你不嫁，成天前逃跑啊！我呸，不是个东西，你这种人就应该去宫里当职。他不是沈庸，那你不早说，害他误会。女子的嘴角可疑的抽了一下，她发现这丫头有些不讲理啊。看什么看？大不了我待会儿少骂你几句，把这次的抵上好了。不是，咱少说2句，你能憋死是不是？你接着说，我倒是想知道这小子做了什么，让你比那个逃婚的王八蛋还恨。因为这件事情，我跟家里的声誉都受到了影响，迫于无奈，我只能同意了那户人家换婚的提议，而我也由原本的长媳变成了次媳。哎呀，丧尽天良啊你小子！就你这缺德玩意儿，我觉得骂你已经多余了，干脆我直接送你上路吧。忍不了啊，这也太渣了呀！可这只是小姐的一面之词，
让我们如何信服？对啊，你有什么证据没有？纪凡不满看着他，都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再说了，他一个鬼魂，他上哪儿找证据去？这种事儿确实有点说不清楚啊。不过沈静都投胎转世了，这茫茫人海的，你是怎么找到他的？是他的身上佩戴了一个玉葫芦，那是我跟沈静的定情信物，我就是受他指引才找到了沈静。美女，这死物是不能跟人投胎转世的。君妻有些无语啊。沈静前世佩戴的，今生得多有缘才能还带着呀？那你怎么解释我能够进入他的身体呢？而且他的长相和沈静有着6、7分的相似。也是啊，他们如果关系浅了，沈晨阳自己不同意的话，纪凡都进不到沈晨阳的身体里，带着定情之物，又长相相似，还渊源颇深，这玩意儿就算搁在他身上，他也对沈晨阳有怀疑啊。不过君妻总觉得吧，这一切也太过巧合了，巧的都有点让人心生疑窦了。其实还有一个办法能知道你说的话是真是假。你们也知道，本姑娘是个阴阳玄术师啊，本姑娘的本事比一般的玄术师要大很多。就拿占卜来说，一般玄术师只能卜算今生之事，而本姑娘却可以算人的前世来生。所以何大小姐的意思是替陈阳占卜一下前世？答对喽！沈大公子今生出身富贵，又一表人才，按理说这样的人前世应该不会做什么孽，可他显然又跟季大美女有很深的牵扯。本姑娘想，这里面可能还有什么隐情，就是吧，这卜算前世需要沈大公子有极强的决心，并且过程有些痛苦。怎么样，沈大公子你可愿意？君妻看着沈晨阳，只眨眼不说话。到底同不同意？你倒是给个话啊！你不说话是几个意思呀？咋的？害怕呀，还是不想啊？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如此没有担当呢？王八蛋！亏本姑娘以前还觉得你人不错呢，本姑娘简直是冲着尼姑叫姑爷，我看错了人。不行，我得去告诉清寒，你这种毫无担当的人嫁了，那就等于是跳火坑。君妻是越说越生气啊，最后都有了要给沈晨阳一巴掌的冲动了。何大小姐，陈阳他似乎不能说话。君妻的身子一僵，眼珠子转了转，他立马又挺直了腰板。我能不知道他不能说话吗？可他怎么也得给点反应吧。哼，啥都不说了，遇到你啊是他们的命啊。现在听我指挥，同意就眨一下眼，不同意眨个10万8万的。累也累死你！沈晨阳再一次内心无语，貌似这也没得选吧。君妻命令沈晨阳闭上眼睛，他的一滴鲜红的血液注入了沈晨阳的眉心，一枚铜钱落于沈晨阳眼睛的正前方，在君妻的驱使之下，铜钱飞速的在空中旋转，一幅画卷自君妻的面前缓缓打开，上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呢却可以听到声音。君妻蹙眉，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难道是他功力退步了？所以那高清电视没了画面呢？一开始的声音是一男一女，他们温言细语的说着话，听起来感情极好，直到最后一堆嘈杂的声音过后，世界恢复了平静，就连声音都消失了。君妻面前的画卷消失，他神色莫名的看着沈晨阳，如果仔细看，还能够看到他眼里的惋惜。沈御史等人不知道他为何会露出如此复杂的神情，他们没有出声，只是神色紧张的静静的看着他。沈大公子并不是沈剑，不可能，他不是沈剑，而是你那未出世就胎死腹中的孩子。画卷是以沈晨阳前世的视角展开的，那黑漆漆的地方就是纪凡的肚子，整个画面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黑的，可见那个孩子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一缕阳光，就这么死了。所以沈晨阳跟纪凡的牵扯深，那是因为他们上一世乃是母子，还是彼此没有见过面，却又是最爱对方的人。纪凡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沈晨阳，他无法相信眼前这个他想要与之同归于尽的人是自己没有保护好，觉得最愧疚的儿子。如果这个是真的，那他都做了一些什么呀？母子团聚，这是喜事儿，大家笑一个嘛。你说他是我的孩子，可有证据？证据我确实没有，不过我倒是能揪出幕后黑手。你是说我受了别人的算计？以本姑娘行走时间的丰富经验，应该没错。你被关了这么多年，法器出现问题也就算了，刚出来你就找到了沈晨阳身上，长相还说得过去，可这玉葫芦哪那么巧就出现在了他的身上？一个巧合就算了，这么多巧合可就说不过去了。纪凡陷入了沉思，沈御史也是低头不语。确实，这一切都顺利的出奇，让人不得不怀疑是有人引导了这一切。那人能设计这一出，显然是知道上一世你们之间的纠葛。上一次沈晨阳受害，我就觉得奇怪，他一个世家公子，也无官职在身，能让谁这么处心积虑的用阴谋玄术对付他，却不直接杀了他呢？如今看来，这可能跟朝廷无关，也跟他的今生没关系。可陈阳他前世
并没有出生呀。沈御史不明白，一个没有出生的人能够跟什么人有恩怨呢？沈御史，你可能不了解，我们玄修讲究因果，能修习玄术，那是多少世积累的功德呀。沈大公子前世未出生就死了，这是一桩孽债，这里面导致他死亡的所有人，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业障。业障不消，即便投胎也不会有好下场。可杀了陈阳能有什么好处？难不成还能消除业障？可以转移业障啊。比如季大美女若是亲手杀了儿子，那她在沈大公子身上的业障也就最多了。别人只要把她杀了，就等于替沈晨阳报了仇，自然也能消除大半对他犯下的罪孽。还有上次那个，只要让沈晨阳死得毫无所觉，那就不会被天道察觉。只要沈大公子一死，再为他找出真凶绳之以法，那就可以抵消大部分他曾经对沈大公子犯下的罪。当然啊，这都是旁门左道，若被天道察觉，那就是罪上加罪，可有他受的。所以你们可不能效仿哈。哼，他们看起来这么有心机的吗？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此刻内心复杂的心情。不过这也就是本姑娘的猜测了，事实真相还得找到幕后之人才能知道。你们若想知道真相，现在就听本姑娘指挥。沈御史三人都沉默了。你丫这亢奋的德行是几个意思？何大小姐，你确定那人今晚会来？安了，他想让计划顺利，自然少不了监视你大孙子和季大美女啊。本姑娘只要略施一个小小的障眼法，让他寻不到季大美女的踪迹，他自然就坐不住了。沈御史，你别说话，免得被发现了。话说沈御史，你其实不必太紧张，就这高度摔下去也不会死。沈御史抱着树干的手又紧了紧，他现在严重怀疑这丫头就是在折腾他。寂静的夜里，一道身影如鬼魅一般的就落在了院子里。哎妈呀，终于来了！沈御史见到那个人影，那连大气都不敢喘，就怕惊动来人，让他给跑了。那个身影小心翼翼地四下打量了一下，然后就蹑手蹑脚地向沈晨阳的屋子走去。他轻手轻脚地往里走，一张大网兜头就向他照下来。逮着了，快别让那小子跑了！沈御史，你倒是快点啊！就你这速度，连汤都抢不到。刚从树上下来的沈御史，不是你丫当去抢饭呢？别费劲儿了，本姑娘用的网是特制的，胶是纯手工的，你就是大罗神仙姐也跑不了。哇，别害羞，露个脸给本姑娘瞧瞧。大家也都是老对手了，见一次也不容易，哪能不打个招呼啊？沈晨阳抹了一把脸，也不知道莫王到底是怎么受得了他这股子咋呼的劲儿的，反正他就觉得挺头疼。一股阴风刮过，自动脱离沈晨阳身体的纪凡突然就冲向了黑斗篷。小心，快放了我，不然我让他魂飞魄散！沈三夫人！黑斗篷下的人顿时就僵住了。沈御史跟沈晨阳大骇，他们惊疑地看着黑斗篷。少故作有而言他，再不放开我，我让他马上魂飞魄散！沈三夫人，您别激动啊，都是一家人，有事咱都好商量。你这么大动干戈的，多伤和气啊！少废话，到底放不放？放，马上放！他走上前，一边掀开了网，一边找机会救人。救鬼啊！救鬼！话说他不仅要救人，还得救鬼，他这也太难。就在他把网给撤回，黑斗篷就要扯着纪凡逃走的时候，军妻快如闪电的一把就薅住了他拿着用力一掰，贴在了黑斗篷的脸上。军妻顺便就打了一刀到黑斗篷的脸上，惨叫声响起。我就说是沈三夫人吧，你如何看出是我？因为你右手中指有一点小小的变形，虽然正常人看不出来，但我知道你那应该是以前受过伤所致。没想到我算计半生，到头来却还是逃不过宿命轮回。你为何要这样做？为何？当然是为了好好的活着。你们可知我从小到大过的是什么日子？一出生我母亲就死了，家里人都说是我克死了她，没一个人待见我，父亲更是对我非打即骂。后来继母进门，表面上他待我如妻女，实际上呢，他比父亲还狠。在我他更是把我送上了一个。沈御史等人震惊，他们从来不知道出身大户人家的沈三夫人竟然有着这样惨的过去。要不是我设计了3夜，他们想利用我跟沈家攀上关系，我现在可能早就是一个老头子的小妾了。进了沈家，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我发现我错了。不仅父母拿过去的孝道要挟我，为家里鞠躬尽瘁，他们还不止一次的要我去悄悄陪那个老头子，好让他们得好处。你们可知那是何等的屈辱啊！
你们又可知我怀着身孕去伺候那个老头子，从而导致流产，再也生不了孩子时的万年俱灰。可这些跟陈阳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这一生的悲剧都是因为他。活着真的好痛苦啊！本来在我失去孩子的时候，我都不打算活了。可就在我上山准备轻生的时候，我救下了一个被捕兽夹卡住的道士，他为我占卜了一卦，结果他说我的不幸皆是来自上一世的因果。那道士同情他，又为了偿还他的恩情，散尽大半修为，用秘法让他恢复了上一世的记忆。原来沈大夫人上一世就是那个看中了沈庸的郡主。前世的事你们去找那个人好了呀，凭什么让今生的我来承担？既然我注定不会好过，那我凭什么不能搏一把？沈三夫人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在她的百般苦求之下，那道士终于是告诉了她解决之法。经过查找推算，他们既惊又喜地发现沈晨阳就是他们要找的人。所以从沈晨阳小的时候，沈三夫人就已经在布局了。这将近20年，她不仅报复了父母，让他们死于非命，更是把那个老男人给送上了西天。因为她的父母跟那个老男人都不是好人，所以呢，她倒是没怎么受到影响。只不过她欠沈晨阳的那笔债却并不是那么好消的。你神经病啊！上辈子害死人家也就算，你还上瘾了，这辈子还来，你就不会换个人祸祸？瞧把这可怜的娃霍霍的都脱相了。君妻同情地瞅了沈晨阳一眼，哎呀，失惨。沈晨阳无语，这怎么什么话到了你嘴里都会变了味儿呢？就挺神奇的。君妻直接一掌就把他给打成了残废，这样他也跑不了了。剩下的就是人家沈家的家事，但纪凡他得带走超度。等等，我能不能再问他些事情？快着点哈，这大晚上大家都挺累的。再说了，我回去晚了，我们王爷该担心了。沈御史和沈晨阳不禁在内心腹诽，是担心你在外面招灾惹祸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我想知道我死后我父母如何了。哼，你为何不问问沈进怎么样了？纪凡不语。纪凡呀纪凡，你真是个空有美貌的蠢货。王沈进对你一往情深，为了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你却恨了他这么多年，真是让人替他不值啊。纪凡瞳孔紧缩，他愣愣地看着沈三夫人。我告诉你，当初他根本没抛弃你，你父母身陷囹圄，他早晚奔波，可他一个无权无势的人又有什么办法救你父母呢？所以呀，他求到了我头上，我答应放过你们季家，只不过我要他休了你，并打掉你肚子里的孩子。沈进能拒绝吗？沈家几十口与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相比，他当然选择了后者呀。只不过他没料到你会自尽身亡。你知道在你死后他去了哪里吗？他呀，在你死后自尽在了你的坟前。沈三夫人的话让纪凡如遭雷击。要说这沈进可真是个痴情种，在他死前还特意留了遗书给他父母，就是想用自己的死换你家人的平安。因此沈进死后，为了让他走得安心，他们求了郡主放过了纪家。我先带他走了哈。君妻拉着早就已经因为痛苦愧疚而失了神智的纪凡，飞快的就走了。沈御史则当机立断的叫人给沈三夫人灌了毒药，送她上了路。君妻带了一个大美女回了莫王府，巡逻的光棍那眼睛都快要看脱窗了，他们就跟屎壳郎一样的不断的往君妻跟美女的身边拱。都给姑奶奶滚开！君妻大喝一声，那些人立马就如鸟兽一般散了一个干净。呸！一辈子没见过女人啊，也不看清楚是人是鬼就敢肖像，这是有多饥不择食啊！王爷，驸马爷出事了。啥事儿啊？驸马府着火了呀！侍卫都无语了。不是王妃，你是不是盼着驸马府出事呢？驸马爷与梁家老太爷起了冲突，梁家老太爷当场毙命。靠，御驸马这么狠的吗？看他平时斯斯文文一派谦谦君子的模样，我还以为他没脾气呢。快，咱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君妻的话还没落呢，人就已经窜出去没影了。玉墨之沉默，你说要不要给他找点事儿做呀？不然他这一天天闲的，非得疯了不可。御驸马，你这咋回事啊？怎么一段时间不见，你就把自己整成了杀人嫌犯了？君妻小脑袋往前伸，脸几乎贴在了栅栏上，他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着实是让玉成有一些哭笑不得。本来为父是打算等你成亲再告诉你的，现在看来是等不了了。这跟莫大王爷有什么关系啊？难不成他真不是你亲儿子啊？
玉成一噎，这绞家精的疯病又发作了呀！你母亲生前留下过遗言，让你带这样东西去天玄宗走一趟。她说那里有你一桩旧怨，需要你亲自解决。玉成至今都记得他曾祖父曾经对他说过的那句话：莫知是你的儿子，又不是你的儿子。他的祖父冠绝京城，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玉成隐隐感觉他的这个儿子不属于这里，可是那又怎么可能呢？靠，原来你这么小就有仇人了。君妻觉得这就有点变态了呀。可这跟你打伤梁家老太爷有什么关系啊？那样东西其实安定公主是交给了阿吴的。靠，安定公主是怎么想的呀？居然把留给儿子的遗物交给情敌来保管。难不成安定公主走的时候脑子已经不清楚了？还是说你们为了在一起不择手段的欺骗了安定公主？只有阿吴才不会引人怀疑，阿吴威胁曾经夫家的证据都是安定公主准备的。安定公主仿佛知道自己会出事般，把东西和证据都交给了阿吴，然后没过几日，她就因救驾亡故了。君妻都被安定公主的老谋深算给镇住了。所以这到底和你杀梁老爷子有什么关系啊？梁老爷子是我杀的。玉夫人您来了，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玉夫人挺好的呀。你对挺好这个词儿是有什么误会吗？安定公主的嘱托，我信不如命。扯了半天，这梁老爷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呀？都问了3遍了，这几位到底有没有把他给放在眼里啊？今日在外遇到梁老爷子，他欲用父母之权逼迫我为梁家出力，我不允，他就想命人抓我去梁家。争执中，这木鱼掉落在地，我去捡拾，梁老爷子看出那木鱼对我的重要，因此抢过去威逼我。安定公主真是不在了都不让人消停啊！玉夫人，玉驸马为了你背上杀人的罪名，在大牢里受苦受罪的，你不好两句表达一下爱意和感动啊？等何大小姐明白生死一心的时候，何大小姐自然就知道我的感受了。君心挠挠头，更加的迷茫了。难道他活了上千年，还不如玉夫人一个活了几十年的人来的懂得多吗？这怎么可能嘛？肯定是玉夫人哭不出来，所以装深沉骗他。干什么呢？何大小姐，你快救救我们夫人吧！咋回事啊？梁家人要带夫人去给梁老太爷磕头谢罪，这夫人要是去了，还能回来吗？门房都知道去了是凶多吉少，现在驸马爷又不在家，玉夫人只能闭门不出。这些人呢，就在门口闹上了。